不愧是荒野界的扛把子，冰天雪地里吃上了海鲜自助，在地热池中涮羊肉，住上坚固温暖的手刮棚，早上再来个外焦里嫩的烤雪鸡。不了解的还以为两人是来度假的。此时德子正在为生火而忙碌，从水下拿起一块富含氧化铁的红色石头，只要再找块铁就能与之碰撞出火星。寻寻觅觅十几分钟，还真让他捡到了一根废弃旧金属。想要保留住火星干燥的火龙不能少，这块真菌被德子看中，集齐生火材料后，将旧金属与红色石头猛烈碰撞，敲敲打打好一会，火星才落在下方的真菌上，趁热转移到提前准备好的干陶中。迎风轻轻一吹，终于如愿冒出熊熊烈焰，把木头分散摆开，好让篝火烧得更持久。接下来德子又马不停蹄地搭建庇护所，没有切割工具，只能将木头丢进火里烧断。随着太阳慢慢落下，庇护所显然不能完成。为了晚上不睡在地上，他打算先搭建出床铺，用一层石头隔绝地面，再将木头平铺上去，最后垫一层松树枝当做床垫。忙碌中看到树枝上有几颗杜松子，二话不说放进嘴中，酸酸甜甜，十分清爽。夜晚躺在松软的床上烤着温暖的火堆，生活质量甩了被子好几条街。另一边的被子正在火山区域做水坝，他要把地下冒出来的热水拦起来，形成水坑。眼看差不多了，赶紧脱去上衣躺进去泡温泉澡。在这种地表温度极低的地方，37度的泥浆水显得干净又健康。等身体彻底暖和起来后，快速穿好衣服继续前进。进入地热区后，随处生长着可食用苔藓，像这种长得像鹿角的白色植物是驯鹿苔，虽然干巴巴的没什么营养，但好在能起到填满肚子的作用。哼唧了没几口，被子实在受不了，当即动身寻找蛋白质。而德子舒服的睡了一晚，也打算出门找点吃的。路过冰面时，看到水底有黑黑的身影，还以为自己时来运转遇到了小蝌蚪，可仔细观察后才发现，那只是水滴划过的影子。饿昏头的德子走进森林，岩石上几株蕨类植物被他发现，一个不留地挖出根茎，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开垦。摄入足够的碳水后，返回营地继续搭建庇护所。这次一口气找来了几十根木头，将其整齐地倚靠在昨天搭建的横梁上，接着铺上一层厚厚的苔藓防御，这便得到了一个漏风不漏雨的豪华单人间。看了又看，德子突然担心起横梁承受不住苔藓的重量垮掉，安全起见，他又找了一根木头抵在下面做支撑。原本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早上伴随着横梁的折断声，德子痛苦地从睡梦中醒来，看着雨夹雪的鬼天气配上坍塌的房屋，让他的心态彻底崩溃，骂骂咧咧地把青苔和木头处理出来。这次找了一根更粗的木头做横梁，不出意外承受暴风雨也不在话下。然而相较之下，被子的运气明显好多了，发现了一只扑街的野山羊，仔细观察眼珠子还在，这就表示它只嘎了没几天，加上此地气温低，肉质可以保存更久。美的被子差点流口水，赶紧切下一块上好的后腿肉，接着又打起了眼珠子的主意。一番操作后，成功获得山羊身上的精华部分，徒步5分钟走到旁边的地热池，开始准备今天的午餐。把鞋带取下来，末尾打个结，在羊肉上戳出个小孔，用鞋带串进去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放入沸腾的水里烹煮。虽说眼珠子生吃也很美味，但他还是打算7上8下消消毒，捞起来放入嘴中开始享用，嚼劲十足，满口爆浆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吃完开胃菜，羊肉也差不多了。要说地热池煮出来的就是不一样，香味浓郁，肉质鲜美，好吃的味道直奔天灵盖。饱餐一顿后，前进的脚步都加快了不少。经过2个小时的行程，眼前出现了树林，可没想刚踏进那片土地，地上一堆雪鸡的羽毛被发现，它们是松鸡的一种，靠吃浆果和种子为生。看来打野专家这下有口福了，取下鞋带打了一个反手结，在小动物出没的路径上布置了2个套索陷阱，守株待兔期间还得做一个庇护所过夜。用大量的青苔铺出床的位置，把石头在周围搭起 U 型墙壁，顶端盖上树枝当做屋顶，并铺一层青苔用来防水锁温。完工后，外形酷似一口原始的棺材房。如果想要美美的睡上一觉，还得在床前烧堆火取暖。白桦树的叶子是上好的引火材料，收集起来带回营地，伴随着打火棒的咔嚓声，火焰成功冒了出来。另一边，德子触发3天饿9顿的被动技能，正在海边疯狂寻找蛋白质。掀开石板，下面有只沙枣，但这玩意儿放进嘴里都不够塞牙缝的，只好沿途再捡些小螺丝。等一等，还有2个白色的蛤蜊，看起来肉质还挺饱满，带回去炭烤又是蛋白质超标的一餐。不成想刚把烤蛤蜊放进嘴里，就差点把它的假牙磕掉。仔细一看才发现，最肥的部分居然藏满了沙子，去掉沙时只剩这么一小块。吃完蛤蜊，德子马上对螺丝动手，把外壳敲碎后，里面的肉质出奇的鲜美，很适合当做饭后零食。靠着火堆舒服的睡了一晚后，隔天雨夹雪下个不停，小火堆随时可能罢工。无奈之下，德子找来几根木头，将它们堆叠摆放成长条形火堆，这样不仅能阻挡雨水，还能让火堆烧得更旺。一股股暖流充斥着庇护所，让德子十分满意，就连屋顶的苔藓都冒起了水蒸气。转眼夜幕降临，还没舒服多久，厄运专挑秃头人，火堆烧得太旺，把庇护所给点燃。
好在这里比较潮湿，烧了不一会就渐渐熄灭。天亮后，德子打算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蛋白质，怎料才走半小时，在海边发现了满地的贻贝，老小子顿时美得合不拢嘴，利索的脱下帽子当做容器装得满满当当，然后又到旁边打捞了一把新鲜的海草，这才恋恋不舍地返回营地，先将鲜嫩的海草放到树皮上面烘烤，贻贝则是直接丢进炭火里，等待半个小时，炭烤海鲜大餐隆重开启。先来一个热乎乎的贻贝，掰开外壳，里面的肉肥嘟嘟亮晶晶，来上一口鲜甜 Q 弹，丰富的汁水不断刺激味蕾。饭后甜点再尝尝热海草，鲜脆爽口，富含维生素 C。而贝子苦苦等待一夜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梦中情鸟，带回营地熟练的脱去对方外套，不加任何调料串起来，架上火堆，只需大火炙烤15分钟便可享用。外焦里嫩，嚼劲十足，所提供的能量正是贝子所需要的。正在赶路的德子运气爆棚，偶遇一只杰瑞钻进洞里，送上门的蛋白质可不能放过，直接端起石块把洞口封死，然后机智地舀了2罐冰水，通通灌进地洞中，让杰瑞感受一下透心凉的寒意。不到2分钟，再也忍受不了，冒出头开始逃跑。数高1尺，德高1丈，利用铁罐反扣将其拿下，随后手起石落，美美的打包带走。此次德子的计划是穿越阿尔泰山脉，路途遥远且艰难，走了4个小时，太阳临近地平线，放下背包准备生火搭建庇护所，在附近找到干草和助燃的松香，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生火神器，没有打火石的情况下，可以利用铁丝连接电池的正负极，这样电池短路就会引起温度升高，再和引燃物接触便能燃起熊熊烈焰。成功升起火堆后，立马制作秘制杰瑞汤，等待美味晚餐的期间，又马不停蹄地搭建庇护所，找来一根粗壮的木头固定在大树上当做屋顶横梁，接着将小木头放在一侧排列整齐，最后盖上防雨防雪的枝叶，温馨的斜坡屋大功告成。与此同时，晚餐也好了。德子原本以为味道一般，没想到一口脱骨，肉质鲜美松软，还有一股牛肉味，蛋白质却是对方的好几十倍。哼唧完，靠着火堆美美的开始休息时，打野专家差点冻死在火山区，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让他意外发现了一处冒热水的小泉眼，试了一下水温，烫得赶忙缩回，而河里却冰凉刺骨。机智的贝子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搬来几块大石头把泉眼给围了起来，这样下面的热水出不去，便形成了天然的温泉池。两头流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则是用来调节水温的。准备妥当后，迫不及待地躺进去，瞬间一股股暖流席卷全身。此情此景，谁能想到他是来求生的？美美的泡了10分钟，才恋恋不舍地起身赶路，顺着河流前进，不仅能源源不断地获取淡水，还能指引着前往海岸线。走了10几公里，离开了火山区，进入了山谷地带。而德子这边也背上了行囊，向目的地进发。走了3个小时的山路后，他迎来了艰难的选择。如果从旁边的山谷走，路程艰难且耗费体力；另一条路线是直线穿越冰冻的湖面，不过会面临冰面破裂的风险，但好在快速方便。纠结1秒后，德子选择冒险。行走的过程中，一直谨慎观察冰面的状况，好不容易安全走过2/3的路程，没想到在最关键的时候，突然一脚踩出了一条长长的裂缝，吓得立马原地罚站。正常情况下，越靠近边缘，冰层越薄，赶紧小心翼翼地上岸。等爬到半山腰后，他本想着继续向上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脚底突然踩滑，及时反应，迅速抓住冰面，还是狠狠摔了下去。没有登山工具十分危险，只好选择原路返回，绕到谷口的另一边。不停赶路，身体消耗了很多能量。德子想找些蛋白质，这时天空盘旋的秃鹰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想来是附近有什么领了盒饭的动物。偷偷靠近后，原来是一只野山羊。为了判断羊肉是否可以食用，德子检查肝脏里面还没长出白色的斑点，大胆判定只要将其处理得当还能吃。机会难得，赶紧搬回昨天的营地，把火堆复燃后，利用石刀完整的剥下羊皮，取下后腿肉烤的外酥里嫩，接着将其他肉切割成小条放到火堆上方熏制。另一边的贝子也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了今晚栖身的洞穴。虽然河岸边的木材都是潮湿的，但白桦树皮富含大量的油脂，即便全湿也能点燃。收集了一大捧，回到洞穴，揉搓让其变得松软后，用打火棒咔嚓几下就点燃了。当火堆烧得足够旺盛之时，急切地让自己的双脚解放。常言道寒从脚起，烘干脚则是被子取暖的第一步。而那饱经风霜的袜子也寻得了自己的归宿，与被子的脚一同在火堆旁升腾起水蒸气，暖和起来后，外出方便时意外收获今天的晚餐，一手新的地笼。返回火堆，将小东西放进水杯里烹煮，使其在99度的热水中去除体内的细菌。等到8分熟时捞起，硬着头皮一口下肚，味道奇特无法形容。但好在蛋白质是牛肉无法比拟。吃完简单休息一晚，隔天又是一条好汉。途中发现几条肥美的鳟鱼，将手缓缓伸入水中，随着手臂抬起，手中便出现了一条鳟鱼。来不及生火，直接去除不能吃的部位，在水里清洗一下，就可以享用美味的鳟鱼刺身了。肉质鲜嫩有嚼劲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德子勤勤恳恳地守了羊肉一晚上，终于迎来大丰收。虽然有些变质，但经过他的处理，摇身一变，香喷喷烤羊腿出炉，狠狠来上几口，好吃的味道直冲天灵盖。吃腻了还可以搭配一点火辣辣的野生洋葱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补充的差不多后，德子美滋滋的打包羊皮和羊肉干赶路。本以为绕路往平原会好走一点，
没想到这里的积雪厚度直逼膝盖，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。直到傍晚才走了不到5公里，为了抵御晚上零下20度的严寒，只好抓紧时间挖了一个雪洞过夜，把厚实的羊毛铺在地上隔绝热量，凑合着度过今晚。贝子沿着河流来到了一处灌木丛，结果穿山风一吹，让他闻到一股腐烂的气味。仔细寻找，发现那是北极狐身上散发出来的，可惜身上没有一块好肉。贝子果断选择放弃，继续前进。穿越灌木丛后，地势豁然开朗，唯一麻烦的是，一条湍急的河流阻挡了他的去路。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只能脱下衣物，小心地淌过冰冷刺骨的河流。上岸后赶紧穿上衣物御寒。不多时来到了一片长满青苔的熔岩园，刚才渡河后，贝子的身体就一直很冰冷，可以挖一点青苔塞进衣服里保暖。又走了半小时，终于来到海岸线。由于天气的缘故，海面波涛汹涌，肆虐的海风还卷来了一丝腐臭的味道。沿着气味的源头走去，惊讶地发现有一头搁浅的抹香鲸尸骸，激动地凑近观察。扑面的腐臭让吃货被打消了用餐的想法，然后迎着刺骨的海风继续前进。没过多久，发现了一架飞机残骸，这可是天赐的庇护所。兴奋地冲进机舱，在里面升起火堆开始取暖。眼看贝子马上就要结束旅程，德子一觉睡醒后还要迎着朝阳前进。早上温度不高，雪面有结实的冰冻层方便行走。随着临近正午，阳光持续炙烤的冰冻层开始融化，一脚踩下去直接陷到腰部位置。德子艰难地匍匐前行，这样不仅极其耗费体力，5个小时下来也才走了几公里。冷静下来仔细分析，照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安全穿越山脉。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，德子最终还是拨打了救援电话，不甘心地放弃了本次挑战。